哪怕是推算圣人互相算计，也不过是兰花草蹭了蹭弹弓，弹弓打飞了夜光杯。当然了，李长寿就不会去做这种推演，他也不过是围绕自身南海神教做一些可能性的分析和推测。只有想明白敌人想搞什么，他才能够找好办法去应对。李长寿提笔写画画，很快就陷入了沉思。然而李长寿这一次却是未料到，他这次失算了一遭，搞错了因果关系。3天后，安水城南海海神教总坛，那座已经是金碧辉煌的大庙之中，深夜时分，此地香客已绝，海神大殿的门也被强壮的神使关上了，并且有6位神使在此地彻夜守候。那尊3丈高的镀金海神神像渐渐散发出一缕仙光，而这仙光很快就收敛了下去。海神神像那模糊的面容中似乎有目光飞出，这目光还拐了个弯，落在了一旁2丈高、玉镶金珊瑚底、身披宝甲戴斗篷的二教主神像上。敖乙，敖乙，2只神像之间一缕缕神念在悄然传递。与此同时，南海与东海交汇之地金豪岛宝池边，正坐在一只莲台中静心修行的敖乙，此刻突然睁开双眼，随之想到了什么，又立刻闭上。恍恍惚惚迷迷蒙蒙，敖乙到了一处云雾飘舞的梦境，看到了一尊巨大的海神神像。李长寿就站在这神像的脚边，在远处等他。这般情形也坐实了李长寿功德代理人的身份，真正的高手还在背后的这一点点小细节。敖乙快步向前，对李长寿做了个道揖：“拜见教主哥哥。”李长寿却是面露愁容：“不多寒暄，先说正事。义兄，龙族有难了。”“这如何来的劫难？”敖乙先愣了一下，又赶忙问道：“还请教主哥哥明示。”李长寿心底一叹，他也不想蒙骗敖乙，但是这件事又必须让龙族出力，只能够变化一些说辞。在李长寿的推算中，接下来的凶兆大概率是西方教出手，收复香火湿地，将会发动人仙攻势，凡人教众之争与高手偷袭摧毁海神庙2路同步进行。直接告诉龙族这些，龙族或许会因为忌惮西方教圣人而撤出南海神教，所以李长寿这次也只能不地道一次了，将龙族这个强援给稳住。若龙族有太大的损失，稍后他将南海神教4成的香火给龙族，算作此事的补偿。李长寿道：“义兄，你可知西面那2位存在对龙族窥伺已久？”敖乙愣了一下，心底浮现出自己在龙族大宴之上曾经听2位老龙谈论起的些许言语。西方教曾经试图诏安四海龙宫，让四海龙王成为西方教的护教天龙，并许诺用12品金莲镇压龙族气运。但是龙族如何不知，那12品金莲现在镇气运，就镇了不知多少被西方教收编的高手。先天灵宝再强，那也是有极限的。龙族大运，他们西方教镇不住，也镇不了，故龙族直接回绝。这是前几年刚发生的事，如今李长寿提起这么一句，敖乙立刻就反应了过来，还联想到了许多。“长寿兄，你怎么看？”李长寿沉吟2声，正色道：“恩威并施，收服之道。对方若一明一暗，暗中创伤龙族，在关键的时刻显露踪迹，收下龙族，龙族如何不服？”这话说的李长寿自己都差点心了。
敖乙顿时倒吸一口凉气，梦境之中来回的踱步。他也并非愚笨之人，虽然10岁和10几岁有2个龙生的污点。不提这些。很快敖乙低声道：对方莫非是想借南海神教为诱饵，将我龙族高手引来袭杀，或是围困，再由他们明面上的力量解救？不错，应当是如此。南海神教不日将发生血光之灾，应是与此事相应。义兄，事不宜迟，还请迅速联络你父王禀明此事。我有2个计划，其一就是咱们2家放弃南海神教，龙族自可保全自身。若对方来犯，我直接托梦神使与教众，让他们自保退让，不与对方争执。其二，若龙族不愿意舍弃这些功德，想与对方碰一碰，咱们早做筹谋，提前布置，关门打狗，与敌痛击。李长寿话语一顿，道：事不宜迟，义兄还是快些联络龙宫，让他们尽早做出决断。敖乙立刻点头答应了一声，与李长寿相互做了一个道揖，梦境迅速消散。小琼峰丹房地下，李长寿睁开眼，稍微的舒了一口气，决断就交给龙族了。这也是算计了一次龙族，欠下了一些人情，且将这大凶之兆渡过去了，再说其他的吧。李长寿并未停下，继续耗费心神，通过神像开始找海神教内的10权神使托梦。这个熊村长是老神使了，自然是优先传梦之人。无论如何要先做好应对，让熊寨的神使们先动起来，约束教众，收缩势力边界，做好随时爆发冲突的准备。南海神教的势力分布较为狭长，防守起来倒也是麻烦事。哪怕这一次的血光凶兆其实只是一起小小的神教冲突，那就当灾祸演练吧。托梦之后，李长寿还要做一堆事。自己的指道人与指人此时已经派出去了7成，赶往南赡部洲南海神教。自己的神教自己自然也要出力守护。接下来还要去找那些老树的子孙，榨那么一丢丢的树浆，做成指道人与指人备用。李长寿能够预感到，对南海神教伸出脏手的黑影已经离南海神教不远。为了以防万一，提防最微小的可能性，小琼峰那大批的石玉蛙这次也被指道人用灵兽带了大半去驰援海神教。与此同时，犀牛贺州某处隐秘的山林，几重大阵遮掩之下的河谷中，10数道身影先后从各个方向飞来，落在河谷内。修为大多是在天仙境，他们男女皆有，大多都是苍老的面容，各自目光都带着几分警惕。这些人彼此都算熟悉，他们也都有一个身份，西方教功德代理人。他们各自的神像就分布在南赡部洲的西南，临近南海神教的势力范围。此刻被召集，这些人也都隐约能够推测到，这是要对南海神教出手。所谓的功德代理人，便是以各自的名义成立神教，发展信众，吸纳香火功德，但这部分香火功德95%都要被抽走。但是能留下这一点，对于他们而言也是天大的好处，更何况背后还有圣人大教撑腰。哟，都来了！一声轻唤，河谷中出现一道妖娆的身影，身披粉色纱裙，长发垂落腰际，只是远观便颇为迷人。这身影一步迈出，便到了这10多人的面前，让这10多人齐齐一惊。这自然就是文静道人。此时文静道人在怀中拿出了一只金色令牌，轻轻地晃了晃，
这10多人立刻低头，不敢直视。不必知道本座是谁，也不必问本座从哪里来。本座只是想跟你们商量一件小事。10多人刚想说话，却发现他们的嗓间如同被针扎一般，不知不觉各自已经是被冷汗浸湿。一股恐惧惧怕之心在心底慢慢的浮现。文静道人莲步轻摇，妖娆的身影一步3晃，狭长的凤目挨个扫过这些人。灵性差了点儿，功德倒是不少，也算是美味。不过你们放心，你们既有职责在身，本座也不会拿你们打牙祭。还有更丰富的大餐在后面等着本座。我让你们做一件事，1个月之后同时煽动凡人去南海神教打砸乱抢，届时我会让一些傀儡配合你们。你们的目的是引那些南海神教内的龙族护法现身，将他们杀一半留一半，然后又更多龙族高手赶去那里。届时你们要做的事是继续煽动凡人，让他们去阻拦这些龙族。文静道人的话语一顿，并未继续多说下去。目光扫过这10多人，文静道人才发现他们被自己的道运吓得无法言语。冷笑半声，文静道人淡然道：刚才我说的是反对的可以向前半步。一名老妪面露犹豫，向前踏出半步，张口就要说话，但那文静道人身影一晃，已经出现在这老妪面前。纤长的手指屈指一弹，这已是半步金仙境的老妪，身形化作一缕缕黑色粉尘，轻轻吹散。现在谁同意谁反对？其余的10多人面色惨白，各自低头，不敢有任何表示。文静道人轻轻一笑，心底不由浮现出那隔着水帘所见的身影。比起这些血石来说，那才能算是真正的生灵。又是夜深人静，安水城海神大庙，长寿兄，侧旁的金香玉神像发出了一缕缕神念的呼喊。少顷，主神像给出反应，2缕神念再入云雾梦境。敖乙又见到了在神像脚下站立的身影。敖乙快步向前，目中光芒闪烁，少年面容神采奕奕。长寿兄，我父王已经开始调兵遣将，纳西那些人窥伺我龙族久矣，此次定要让他们知晓，我龙族绝非随意可拿捏。听闻此言，李长寿的心底倒是没什么波澜，这在他的意料之内。龙族现如今傲气未失，不太可能不战而退，但是稍后之事必须要细细谋划，不能将西方教打得太痛，避免打了小的引出老的，也不能死伤太多凡人，给自己增添业障。李长寿道：莫要欣喜，这一次咱们要对付的并非是普通之敌，更何况若起战祸便不免有死伤，这并非是值得开心之事。长寿兄教训的是。敖乙立刻收敛笑容，拱手做了个道揖，面露惭色。随后敖乙便言说了自己这2日的所为。他赶回东海龙宫面见自己父王，按李长寿所叮嘱陈述此事。东海龙王稍作思忖，便召集龙族众长老商议。除却有1-2位老龟仙觉得不能跟西方教硬碰硬，其他的长老义愤填膺，尽皆请战。敖乙定声道：这次父王决定派仙蛟兵3万，我龙族高手600余，金仙精20位，若战事紧急，族内数位长辈也已随时准备开赴战局。李长寿这个心底略微有那么一丢丢的
负罪感。无他，龙族大兄弟当真是太实诚了，动辄就是20位金仙，600龙族高手，3万仙蛟兵。哎呀，这个兵力，若不考虑其他的因素，灭一个大仙宗都够了吧？不动则已，动则山崩地裂，大海啸啊！龙族能在远古生存至今，当真是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李长寿不由得有些心虚，龙族这般大张旗鼓，对方只是来10几只真仙境的大妖，那这就很尴尬了。敖乙道：长寿兄可还有要嘱托的？我这就要跟几位叔伯碰面，从海中赶往南海。乙兄，你如今修为尚浅，不宜参战。我是海神教大护法，此战如何能缺席？敖乙的目光颇为坚定。我平白拿了这么多功德，自不可能让族人为我去流血拼命。父王已命我挂帅，此次定要痛击强敌。倒是长寿兄，此战你不必担心，也不必赶来。我如何不担心呢？既然如此，你当护好自身，莫要逞强斗狠。李长寿道：这几日我已经做好了退敌之策，就放在安水城你我神像之后，是一个蓝色包裹，你可以让一位脚程快一些的高手暗中取走，其内还有给你的书信。我也说一句大话，但凡你能做到这些计策之下，龙族可进可退，只要是不超然于天地之外的高手出手，定不会有太多的伤亡。